不祷告一定会受到世上的影响，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力量，没有办法生活。安息日没有守得很好，心就会散掉。人来了好像在敬拜神，但其实他的心里面都在想着，就跟神期待的有点落差。外在行为的一点小提醒，可以再帮助我们用诚实和心灵敬拜神。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时间，我是关怀喜珍，我是客户心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应该是从大西洋再飞太平洋，还是从大西洋经过那个欧亚大陆过来？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他一下哦。好，那我们欢迎今天远从英国来的传道张福华传道。张福华传道，欢迎欢迎。感谢主，大家好。那我们等一下节目中都称您张传道吗？好，可以。好，张传道。所以从英国来的飞机是走大西洋、太平洋，还是我不知道？我是从英国直飞马来西亚转机啊。那再到台湾，这样花了多少的时间？19个小时，辛苦传道了，舟车劳顿。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邀请到英国的传道，因为大概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真的接触到英国的传道，因为对我来说，英国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着想象的地方，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欢迎你们到英国去。为什么我对英国的教会充满了想象？几件事哦。一个是其实约莫大概10来年左右的时间哦。因为教会每隔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变了调的道理在教会里面流传。那最近的那一波呢，其实我有跟不同国家的同龄讨论过，英国大概是青年被影响的最少。感谢主了，属的保守。然后第二个是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他们有些青年会当然他需要筛选了，去参加英国的青年非洲宣道营。我听说是强度最强的，强度最强就是说，当中你在当中有很多禁止祷告，很多的干粮。那但是就是所有的人参加都说一定要去，又在属灵上非常非常的造就。而且我听说英国大专神训也是非常注重祷告，因为他们没有跪垫嘛，那直接是在地上。对，国外教会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1个小时起跳。我们现在是大概45分钟。也是很长时间。自己祷告，就自己祷告45分钟。自主祷告这样子。没有人上去领会的，就是自己祷告。比如说7点，大家要聚集在会堂，就祷告45分钟。那如果是上面安排的祷告会，大概长度是多长？那除了讲道之外，祷告半个小时。比如说晚上睡觉前他们也有规定的时间要祷告。那我们也鼓励他们说要禁止祷告。我们要让他们比较主动的、自主的，不是我们说你要祷告你再去祷告。那感谢主，他们那有一些呢就禁食呢，中餐不吃，那一段时间就去祷告。我们有安排一个地方给他们祷告。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培养青年祷告风气跟习惯的一个地方。其实人都软弱的，那但是就是说，当你的一整个在灵修会的群体，对，就是其实会互相带动。那其实延长祷告的时间，甚至禁止祷告，它比较能让我们进入那个灵的深处，好像到花园里头有一扇门，你再开一扇门，然后再进去，然后跟主耶稣相遇的这样的地方。对，那这个在当代已经比较难营造出这样的环境，特别是我们会觉得英美是在物质条件上比较好的环境，那青年要受这样祷告操练，我以为其实会很不容易。对，因为通常我们教会台湾早期是因为生活艰难，比较困苦，那大家动机会很强烈。对，而且大家那时候的娱乐又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大家很喜欢来教会，甚至教会有祷告室。那现在后来变成教会的祷告室没有那么的多。对，是一个现象这样子。我小时候的台湾的教会是，你只要来到教会，只要不是聚会的时间，都是先去祷告，你随时都会听到，不管到哪个角落都一定会听到有祷告的声音。那我想说，这个祷告的习惯呢，是看带领的人怎么去带领他们。那如果我们强调说要祷告，但是我们要制造机会。对，就是比如说在神训班的时候，那安排很多祷告的时间给他们。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太习惯，那比如说到第2周的时候呢，大家就习惯了，就开始祷告。
但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晚上我们每一周都有固定的时间为宣道祷告，就是半个小时。在有一些教会他们早上也有祷告会，晚上有祷告会，这个就是在线上的。每个人要来参加的话，就到线上去参加一起祷告。我们都是这样鼓励他们要祷告，因为如果信徒青年不祷告的话，那一定会受到这个世上的影响，一定的，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力量，你没有办法生活。对，所以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最基本的要去做。对，因为祷告是灵修最基本的功夫。其实祷告能进去，就台上的道理就听得下去了。然后再来是在一场灵修会，比如说1周2周的神训班，类似像或是非洲宣道这个叫什么营？还是非洲志工训练班？非洲志工训练班。像在这样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好几天，甚至以周为单位的灵修活动下来，其实大家不断祷告，台上的讲道也会真的非常有力量。台上讲道真的有非常有力量。对对，谢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呢，是说，因为我们在录音前有跟张传道有聊到，就是说，我有聊到说，现在好像普遍会有华世代上来，然后年轻的一辈可能会专注力比较不集中，聚会比较没办法专心，祷告比较没办法专心这样的现象。然后那个张传道露出了一个问号的表情，我想说，可能是因为英国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说，英国是有做什么样的事情吗？那感谢主了，我们英国教会当然也有流逝的青年但是我们就是想办法看怎么去补救，把他们带回来。我们现在比如说青年的生活我们很看重青年的生活，除了在教会之外他们平时的生活我们也非常的看重。那我们在学生联会或者青年神训班有强调2个重点。那第一就是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最要好的朋友应该是教会的朋友，属灵同伴。对，不应该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外面的那些朋友。那因为他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鼓励他们那你要找朋友一定要在教会来找，最好要好的朋友应该是在教会的。那这是第一件那我们还有强调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学生联会，那我们有分3班，那就是少年班、中级班，还有青年班、3班，对，然后才进入到这个神训班。那我们其中一个重点所强调的就是你在家你一定要听你父母的话，因为这个是最基本，训练他们要顺服嘛。你如果父母都讲的话你都不听，那你要去顺服神就很困难，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做好，所以我们都常常强调这样。那感谢主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比较什么感动人的见证，那学生回去之后就有很大的改变。那在家里头呢，也会很愿意的来帮助父母等等，比如说打扫洗碗洗碟子的那种，他们都很主动的。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去做的。传道，我刚刚听说你们会鼓励信徒安息日就关机运动吗？对了，我们是对青年讲的那但是有多少人做，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没有去调查。但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常常这样鼓励，因为你如果安息日没有守得很好的话，那怎么说，你这个信徒的心就会散掉。因为这是神吩咐的事情，那我们人都不看重，就没有办法去守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专心仰赖神嘛，那你怎么定义专心仰赖？那就是说神吩咐的你要去做，而且要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来影响。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教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青年，虽然说安息日聚会时间都会聚会，但是聚会以外，像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教会的角落里面开始拿起手机来滑，或是玩游戏这样的现象。所以传到你们那边是
我稍早听您分享说是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就手机也下山这样这样的概念吗？我们是尽量了哈，尽量鼓励你先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是神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大家要尊重。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如果说他其实人来了，好像在敬拜神，但其实他的心里面都在想着啊，我等一下要回什么谁的讯息啊，那我等一下要继续玩什么游戏啊，那其实好像就跟圣经上神期待的有点落差。因为神好像是想要我们是用诚实和心灵敬拜神嘛。我们通常都会说11奉献嘛，那其实我在想说，在时间上是不是也愿意做11奉献给神呢？那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其实如果1/10的话，那大概是16个多的小时。如果我们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一段时间也真的就是那一些时间。也许我们正在收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思考，在时间上我们是否也愿意做11奉献给神呢？把安息日的时间真正的分别为圣给神，这样子。那你们星期六聚会有几节？早上1节，下午1节，然后那个宗教教育另外算，然后团契也是另外，就是到各自的班级跟团契。我讲一个教会呢，英国的一个教会，其中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是鼓励信徒，这个也是青年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第1节结束之后，或者第2节结束之后，他们都会有时候到街上去分发传单啊。就是在安息的分发传单，是很例行式的，每周都会吗？几乎都有。之前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位传道讲到说，因为好像伦敦教会是传福音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看出不一样，那所以那位美国传道有问英国的教会说，那你们做了什么事？他们说好像也没有，就发传单之前会祷告半个小时这样。就这样。对，祷告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好像就不是很一般的事情了。就是祷告操练了，这是一个功课。对。比如说星期天我们没有宗教教育嘛。那疫情之后呢，其实就是每个星期天那10点45分，他们就会祷告到11点半。10点45到11点半，大概45分钟。对，是很多教会都会这样做。他们有每个教会这个祷告的时间不太一样。你现在是讲伦敦吗？伦敦那所以伦敦是特别长，祷告时间长。可是我很想问传道的是说，英国教会能有这样子的风气，是比如说是有特别宣达各教会我们一起去推动祷告这件事。我们这个感谢主，我们传道同工还有总会负责人，然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觉得说你要带领教会的话，你如果这些基本的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你没办法的。然后其实我也要跟启真分享，因为当大家可以再回去听说真耶稣教会是华人教会嘛这一题可传道的回答。但是因为神他在末世传福音，藉由真耶稣教会传福音到世界各地，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是他其实是先把他的圣灵降在华人的社群，然后可是因为一些因素，这些华人移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跟国度，所以语言跟文化不同，那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们早期的先民一样，有各种的困难。那所以在遇到人生困难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能谦卑静下来，安静下来祷告神。那这样听起来就是那教会在整个工人在带领的方向上，也带领在一个很强调在祷告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那他其实也是很感谢神能让我们还可以就是听到或看到有点像我们台湾早期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基督徒的一个气质跟习惯这样。对，感谢主了。这个我觉得说这个你如果那个最基本的比如说祷告啊守安息日这2件事情你做得好，那你会发觉到说教会就会慢慢进步。你会发觉到说教会会有那一种力量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那你如果没有去做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说慕道者也不来了，或者信徒呢也少来聚会，因为他们觉得说来聚会很枯燥，没有什么怎么让他们心灵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平时没有追求。问题在这里。
好，那我在这边那个老师敲黑板，重点小本本。那刚才传道跟我们分享的几点，我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是个人信仰的复兴，或者是教会工人想要带领教会信仰的复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从心灵里面守安息日开始。那也许从外在行为的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可以再帮助我们在心灵上做对安息日更好的预备。那刚才传道说的是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配合太阳下山，手机也一起下山对，一起下山然后一直到星期六这个太阳下山，这个手机在开机，这样可以帮助青少年儿童他们可以更专心去预备守安息日这样一个心情。那当我们藉由关机运动在心情上预备守安息日，然后把时间空下来跟教会的同龄一起，真的是在属灵上的团契跟灵交。那配合呢教会能够鼓励更长时间的自发性的祷告，那这样子的话很多教会的事情就会推动。我想问一下传道，你自己大概观察英国青年流失率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粗估啦，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一个感觉上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统计的数字。怎么说呢？英国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因为都是亚洲的信徒，那他们迁居到英国去谋生，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开餐馆的，饮食业嘛，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下一代的信仰就没有照顾得很好。因为餐馆其实还蛮忙碌的，很忙，特别是星期五、星期六，他们都很忙。但是感谢神啊，神就是慢慢把他们带领到这个真理的了解当中，让他们意识到说守安息日是很重要的。那当教会的传道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鼓励要守安息日，要祷告。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流失的是有，但是相对的跟之前没有鼓励的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对，你会发现到说现在年轻流逝的还是会有，但是少很多。那之前流逝的那些是很多的。那我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去过英国，但是我再次观察其他国家的状况，就是第一代的信徒移民到海外，因为要打拼，所以其实 1.5 代就是带过去的 1.5 代到2代之间的流失率其实非常非常高，高到一个不敢去想的地步，真的。所以工人看到了就开始会强调回归祷告跟圣经的真理这件事情，然后会开始有一些，因为你看到这个流失率，越来越多的工人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配合信徒的顺服，然后所以可以让等于算是一个信仰重建的一个历程。重建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经过前面看到这样子的破口这么大的情况下，其实不会意识到说其实回归到圣经的教导，就是诚实的守安息日，然后真的是回归落实到祷告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所以在我们有意识的去改变，去堵住教会的破口之后，请问后来的青年流失率有降下吗？应该还蛮多的。我觉得说现在流逝的青年少很多，比较少，真的。因为我们常鼓励嘛，在有一些教会，那也邀请青年到教会过夜。那他们在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可以有团契、有祷告，那就不会让青年好像在晚上没有什么事做，跑到外面去跟朋友什么接触，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有这一种归属感那对教会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因为你在鼓励他们的时候跟他说这个是你的家还是怎么样，那你要爱护这个家，那你跟平时的一个只是纯粹的教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教导他们之后却没有鼓励他们多关心教会，或者说把心放在教会里头，只是讲来讲了之后他们就回家了。就是理论是一回事，对，理论上对，所以实际上是营造一个真的可以让我们团契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星期五太阳下山关机，然后大家到教会过夜，然后读经祷告，做团契灵修的生活，这样子。这个我们台湾比较少这样子做，因为没有感觉到这个迫切性。那像因为我之前去的居住的城市，如果礼拜五太阳下山之后，外面的朋友的活动大概基本上就是夜店 pub，那
然后就是说你如果要跟外面的朋友在一起，就是周晚上就是狂欢的时间，就大家打拼了一个礼拜，不管是工作或者不管是课业上还是工作都很辛苦的情况下，礼拜五大家真的都很放纵，那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只能跟教会的人交朋友，那如果要跟世界交朋友，很难不被影响。对对。所以我刚刚想到一点，是因为国外的教会其实相对距离远，那如果前一天先住教会，也是可以先省下当天还要坐车那么久的。对，那个是其中一个理由，也是鼓励青年要来教会，就是说如果他住得远的话，他星期五晚上没有来，那他星期六才来教会的话，可能就比如说赶不上第一节聚会还是怎么样，或是他的身体会比较疲惫一点，对。但其实国外的教会应该没有像台湾的教会有床铺有房间，是都睡袋睡地板吗？那是什么？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教会是就是那个对他们都有睡地板睡客室那都可以。那我想问传道，是教会会有一个这样招聚的人的角色吗？通常会是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教会会选出一个什么青年代表。青年代表对，我们比如说在英国教会相似这个什么联总的这个 IYF 嘛，就是说我们在总会之下的宣牧处之下的一个小组，那我们有时候开会都会讨论要帮助他，就是总会教牧下面负责青年的这部分。对，我们有安排一个传道去特别关心这件事，大概类似我们的高教跟成教之间。那可是这个是总会的吗？还是它是各教会都会有一个青年代表？先从总会开始嘛，总会发动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每个教会他们就会去选。教导青年、陪伴青年这件事，父母亲跟整体的教会都有很大的责任在。整个教会营造的那个属灵的气氛啊，然后宗教教育的力度啊，等等。好，那我们的团契时间非常美好，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先告一段落。哇，那今天真的太感谢张传道跟我们分享英国的经验哦。如果你希望张传道再跟我们录制节目，回答更多有关圣经真理的信仰的问题，请你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在这边和大家平安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